第86章附属神灵们。太阳提供的资料里，详细的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附属神灵，但大部分没有真名，只写出了称号，其中包括附属于吸血鬼始祖莉莉丝的美神生命女神，附属于毁灭魔狼弗雷格拉的厄运女神，亡灵之神附属于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的幸运之神天灾女王等等。天灾女王。克莱恩豁然想到了那本天灾之书，想到了自己从上位精灵遗迹里拿到的黄金酒杯，上面刻着高希纳姆这个名字和天灾的精灵语单词，这让他不得不产生联想，怀疑高希纳姆就是精灵王的附属神天灾女王。可惜不能直接向小太阳寻求证实，得等待他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克莱恩无声叹息道，与此同时，他对这些称号没有对因真名的情况做了一定的猜测。白银城原本是巨人王庭统治的白银之国，除了对本身势力和死对头有足够的了解，其余古神的情报更多来自流传，不那么详细，而比起简单易懂的称号，复杂拗口的真名显然更难记住，更难传播。资料翻页后的情况初步证实了克莱恩的判断，但又让他产生了新的疑惑。巨龙一族还有条相当于白银城口中神灵的智慧之龙，名叫赫拉伯根，而在巨人王奥尔米尔之下，还有他的长子晨曦之神巴德海尔，以及他的王后丰收女神。为什么丰收女神没有真名？她不是巨人王庭的王后吗？白银城不应该没有记载。这些所谓的附属神等于后来的天使或者天使之王。本途径的序列2，其他途径的序列1。克莱恩压下不解，推断着实际情况。他依据的是亵渎之牌内记载的知识，同一途径内有序列0就没有序列1，没有序列0，最多有3位序列1。但克莱恩不敢据此做肯定的判断，毕竟他掌握的知识还比较片面，他自己都不清楚源于非凡特性不灭和守恒定律的序列0、序列1细节情况是否有前提限制。暂时这么认为。克莱恩往后一靠，边让手中的资料消失，边微笑说道：“你们开始吧。”这个时候，倒吊人阿尔杰还在认真的审查自己，考虑好该怎么交流的问题后，他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从疑似星之上将的隐者女士角度出发，看自己具体暴露了哪些情况。愚者先生对每个成员真实身份的保护是一种形象上的模糊和扭曲，但这不影响颜色的表达较为接近的综合等确实难以分辨。鲜明的色彩依旧能被把握，至少我能清楚的知道正义小姐是金发有偏亮的绿眸，而我最为明显无法掩盖的特征是深蓝色的头发。但这什么也不能说明，说水手途径的一种常见变异是深蓝头发没有问题，反过来就不成立了，因为这种特征是可以遗传的。在苏尼亚岛，在迪西海湾偏狂暴海地带，原本精灵聚集的地方，许多拥有淡薄精灵血脉的人也同样具备深蓝色的头发，和风暴教会非凡者超过一定数量的区域也一样，不结合别的特点，隐者很难从这个情况推断出更进一步的信息。阿尔杰刚有松气，眼角余光忽然扫到了自己身上的风暴长袍。返回幽兰复仇者号后，他的身份除了是船长，还是那些水手们的主教，必须经常穿相应的服装举行弥撒。如果他不在日常行为上表现出自己的虔诚，也许哪一天就被下属给举报了。风暴教会对长期飘荡于海上的那些成员始终是比较警惕的，因为半海盗半久也许就成真海盗了。反正风暴之主从来没降下过神谕将海盗排除在信徒之外，那种模糊和扭曲的遮掩下，衣物的细节很难被看清楚，这不是问题。不过以后还是注意下，塔罗聚会时换一套没什么特点的衣服。虽然无法确定，但还是得当成海盗将军对待，不能大意。倒吊人阿尔杰谨慎想到。就在这时，他听见月亮埃姆林看似压着嗓音，实则难掩激动的开口：“倒吊人先生，我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能拿到那血族男爵的遗产？你上次提过，他在一位大海盗手里。”阿尔杰表情未变，侧头回应月亮道：“你拿到现金了？”“当然。”埃姆林昂着脖子道。他原本想的是等汇票的3个月周期满了再去银行兑换，可很快发现自己决定买血族男爵遗产后，心情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不再疑虑，不再犹豫，充满期待，充满渴望，恨不得立刻到手，如同过去攒够钱买心仪人偶时的状态。他忍耐了1周多，终于无法克制，
将那张承兑汇票转手卖了出去。虽然损失了一些金钱，但也还能接受。很多情况下，承兑汇票是可以当货币使用的。我会在这周内为你拿到的。最后，我们再确认一下价格，4500镑，没问题吧？阿尔杰见交易即将达成，没再追究月亮刚才泄露自己情况的事情。埃姆林想了想自己房间内的人偶们，清了下喉咙，眼神游移的说道：“可以便宜一点吗？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可以帮你再争取一下。还有，不要忘记我的佣金，少一点，300镑怎么样？”倒吊人阿尔杰的语气没一点变化。好月亮埃姆林悄然吐了口气，不是太强的吸血鬼，未成年或者刚成年。隐者加德利亚默默旁观，做出了判断。见倒吊人先生和月亮先生的交易在几句话间就已达成，正义奥黛丽习惯性觉得该买点什么。再过1-2周，我就会联络心理炼金会在东切斯特郡的成员，将我已成为心理医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并通过贡献换取后续的魔药配方。暂时没必要在这里求购，等知道了需要哪些材料，再找大家帮忙。神奇物品暂时也不能再买了，已经报销过一件。太过频繁得到这种稀少的事物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奥黛丽思绪电转，有了想法。她半转身体，望向青铜长桌底端的阴沉男子。世界先生，你之前有提到心理医生遗留特性的线索，已经成功获得了吗？我打算买回去喂苏茜。他默默在心里补了一句。其实刚才考虑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略显促狭的主意，那就是找借口让愚者先生把他手册的黑皇帝牌翻过来。在他看来，既然隐者女士对罗塞尔日记之事特别在意，反应超乎寻常的剧烈，又极快的很好的做出了掩饰，那么对方也许认识亵渎之牌，会在看到的那一刻暴露很多问题，展现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但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不是因为觉得试探隐者女士不好于他而言，这属于对塔罗会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而是认为不应该替愚者先生拿主意做决定。如果他想让隐者女士认出亵渎之牌，那他肯定会自己翻开的。如果他不想，那我尝试的行为就会违背他的意志。奥黛丽郑重但几乎没有幅度的点了下头。此时世界嘶哑着回应道：如果你确定想要，我会尽快给你，价格1800镑。正常来说，心理医生的非凡特性1200到1500镑比较恰当。克莱恩稍微议价了点，看正义小姐会还到多少。好，正义奥黛丽语气轻快的答应了下来。他欠格莱林特子爵的尾款已经付清，回到家族领地后又收到了不少成年礼物，正是财政状况相当宽裕的时候，就连下个月还愚者先生卷者的钱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之后他每个月的年金收入都会在3000镑以上，平时的开销则有相当大一部分不用他负担，这源于父母的疼爱和上次立功的后续影响。两人商谈的时候，倒吊人则有些诧异，世界上次才卖了个无面人非凡特性，最近又到手了钢铁麦维提的特性，暗中似乎还藏着一个心理医生特性，而这是不到1个月内发生的事情。转念一想，阿尔杰迅速释然。世界代表的是愚者先生的卷者群体，这也许是其他卷者的收获。他浮想联翩的同时，世界也就是克莱恩正处于震惊状态里。为正义小姐的豪气，他原本以为刚花费5500镑购买神奇物品的正义小姐最近不会那么宽裕，就像去年一样，所以才预留了他还价的空间。谁知道他依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交易。这是挖到金矿了吗？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太阳戴里克见他们已商谈完毕，忙学着正义小姐举了下手道：你们谁有光辉气灵书的果实？太阳神官魔药的其他材料，他已经相当顺利的搜集到了。隐者加德利亚刚初步判断正义小姐是还未晋升的心理医生，就听见了这个请求，沉默几秒后道：我有。你拿什么来交换？旁观许久后，他决定介入一桩小型交易，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塔罗会的运作模式。我可以用白银城的历史，用巨龙精灵等黑暗生物的历史交换。太阳戴里克诚恳的说道。隐者女士，这里还有白银城周围区域常见怪物的清单，你可以从中挑选需要的材料。真是坦白啊。愚者克莱恩险些抬头仰望宏伟宫殿的穹顶。他在说什么？加德利亚微皱眉头，一时竟没能完全理解太阳的话语。第87章见微知著。经过短暂的思考，隐者加德利亚做出了最有利的选择，
不流露感情的说道。我先看一下白银城周围区域有哪些常见的怪物，再做决定。又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在大海上混久了的人都这么擅长薅羊毛吗？或者说，小太阳姿势摆得太好，让人忍不住就想薅一把。愚者克莱恩本能将自己排除在了空手套白狼的队伍外。好的，太阳代里克在正义等人的注视下，不带一点犹豫的答应了隐者女士的要求。他回忆内容，具现出来，将白银城周围区域的常见怪物列成了清单，但不如上一次那么详尽，有不少遗漏，毕竟太阳途径对记忆力的提升相当有限。时间也过去了好多天，隐者加德利亚接过那份资料，认真翻看起来。他越看越是心惊，因为怪物种类数超乎了他的想象，超了几十倍、几百倍。这里面大部分用的是古称，若非他是被知识追逐的摩斯苦修会成员，且已经达到了序列5，见过的多，知道的广，根本无从知晓那些名称真正指的是什么东西。可就算这样，依旧有不少怪物是他闻所未闻的，就像梦境里、想象中那些躲在黑暗深处的，永远不会真正露面的影子。白银城究竟在什么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怪物存在？10来秒后，加德利亚抬起脑袋，表情未变，语气沉稳的说道：你用白银城的历史来交换，好。太阳代里克眼睛一亮，仿佛看见了晋升的曙光。他很快在愚者先生的帮助下具现出了白银城的历史教材大纲，已经有不少经验的他知道，更完整更详细的内容比光辉气灵树果实的价值高很多，因此有所保留。隐者加德利亚自知自己不是愚者先生，不可能让成员们耐心等待自己阅读，所以随意翻了翻，确认了价值后，就斟酌着问道：我该怎么把光辉气灵树的果实给你？他话音刚落，忽然想到了些事情，有了个猜测，于是侧头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愚者先生，是用献祭的方式吗？这让同一侧已准备好答案的正义奥黛丽明显愣了一下，将嘴边的话语又都吞咽了回去。隐者女士很厉害，很有见识啊，直接就猜到了用献祭和赐予的办法。奥黛丽控制住脸上的细微表情，在心里啧舌感慨了一句。克莱恩轻轻颔首，未做过多说明。他相信一位海盗将军，窥秘人途径的序列5强者，不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献祭，这甚至就是他们的专长之一，而且对方也掌握了愚者的尊名，不存在缺乏必要条件的问题。果然，有一位真正的神灵存在并见证聚会时，献祭和赐予是最方便最安全的交易方式，而精神体层面的交流可以直接解决知识的互换。隐者加德利亚感谢了一声，转而对太阳道：我会尽快完成的。他表面看似没什么异常，心里却并不平静。刚才只是随意翻了下太阳提供的资料，他就发现白银城真的充满古怪。什么被主遗弃，没有了太阳，只剩下永恒不变的黑夜和高低频率交替的闪电。什么没有光的黑暗里藏着诡异又恐怖的怪物，什么依靠黑面草终于维持了下来，什么在深暗时代坚持了2000多年，都在隐者加德利亚想象之外。作为一名学识丰富、了解众多隐秘的海上强者，他瞬间就根据时间和事件的描述联想到了历史上最出名的概念之一——大灾变。旋即，他根据这个思路有了更进一步的揣测。神器之地。忽然间，隐者加德利亚的脑海内又浮现出那道让人想要仰望的身影，浮现出一句略带叹息的话语：他生前一直在找神器之地。他说那里藏着所有事情最终的答案，太阳来自罗塞尔大帝苦寻不到的神器之地，愚者先生可以连通那里。不，也许他正是从那里苏醒的。隐者加德利亚震惊又凝重的想着，他刚才还因为月亮、正义、太阳等人的序列不高，对塔罗会有些轻视，认为愚者先生刚复苏没多久，能拉入的成员层次明显不够。现在不得不重新调整认知，涉及神器之地，涉及风暴教会，涉及大地母神教会，涉及鲁恩贵族阶层，也许正是要从低序列发展，这些成员才能在各自圈子里不被怀疑的走上高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我，是因为摩斯苦修会，还是女王陛下？加德利亚认真的分析起愚者先生的目的。此时，交易部分接近了尾声，月亮、太阳、正义都敲定了各自的交易。隐者加德利亚因为还在观察，谨慎为重，没盲目开口暴露自身信息。倒吊人阿尔杰原本想提前求购序列5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为之后做准备，但隐者的加入让他分外戒备，
临时放弃了这个打算，准备等真正晋升为风卷者，实力更强，更有回旋余地了再说。魔术师福尔斯则因为用不了多久就能从老师那里拿到占星人魔药配方和一定的材料，在此之前也不知道该预先购买什么，只能静静旁观。他心里其实藏着点冲动，想买一件神奇物品，弥补自身戏法大师能力相对花少，不够强力，学徒又只是擅长穿墙开门的问题，但现实的因素限制了他的渴望。到今天，他的存款超过了400磅，就中产阶级而言，算是相当不错，但他清楚的记得，正义小姐上次买神奇物品花费了足足5500磅，即使比较一般，但负面效果不那么大的神奇物品，1-2000磅应该也是要的。魔术师福尔斯懒散的坐在那里，开不了球沟的口。克莱恩操纵世界环顾了一圈，沉哑着说道：“我需要6亿石像鬼的眼珠密偶大师辅助材料里，苏尼亚岛金色泉泉水和龙纹树树皮都是神秘世界内常见和常用的物品，只要分次购买，就不会引人怀疑。”所以，克莱恩仅提了6亿石像鬼的眼珠。隐者加德利亚望了世界一眼，语速不快不慢的说道：“300磅，或者等值的金币。”他有注意到之前交易用的是鲁恩的金镑。不愧是掌握着一个海盗团，背靠古老势力的心之上将，资源很丰富嘛，而且价格也比正常便宜。如果不是小太阳快要晋升，即将拿到去除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办法，我都想咨询他这方面的问题了。克莱恩念头一转，让世界低沉笑道：“好。”随着这桩交易的完成，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安静了10几秒。无需愚者先生提醒，正义、太阳等人都知道进入自由交流环节了。倒吊人阿尔杰故意没看隐者女士，望向正义小姐和魔术师小姐道：“罗斯德群岛最近刚发生了一件大事，他没打算泄露世界深入掺和。愚者先生可能拥有了海神化身的事情，因为贸然求证说不定会破坏愚者先生的计划，那自身将非常危险。”他只准备用正常的口吻提一提表面的经过，重点在于摩斯苦修会成员、考古学家、冒险家拉蒂西亚。他想以此试探隐者，看他是否为心之上将加德利亚，因为这位海盗将军传闻也是摩斯苦修会的成员。什么事情？正义奥黛丽很感兴趣的问道。倒吊人阿尔杰平缓说道：“伪装的考古学家拉蒂西亚在西米姆岛发现了一座古精灵遗迹，从里面取走了某样物品，间接导致当地信仰的海神卡维图瓦接近崩溃。这位伪神想要制造海啸，淹没岛屿，让所有人为自己陪葬，但被风暴教会的那位海王阻止了。最终，拉蒂西亚被找到，卡维图瓦身亡，海啸的威胁彻底平息。但让人奇怪的是，海神的虔诚信徒们依旧能偶尔获得回应，拉蒂西亚死了，为了一座古精灵遗迹。隐者加德利亚听说过这位隶属于同一个组织的考古学家，但与对方并不熟悉，而且摩斯苦修会的正式成员都有一定时间的禁欲苦修，在专注程度上，在控制自身的能力上，超过普通人许多，所以他只是略有触动，更加认真的听起倒吊人讲述，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异常。等倒吊人说完卡维图瓦身亡，却还有海神回应信徒时，加德利亚先是皱眉疑惑，旋即依据灵性直觉回想起了一幅画面。昨天被愚者先生拉入这里时，他有看见对方手里拿着一把乳白色的权杖，那权杖顶端镶嵌有一颗颗青蓝色的宝石，四周环绕着数不清的神圣光点。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散发着神性的气息，散发着近乎实质的大海与风暴气息。这隐者加德利亚本能侧头，望向了青铜长桌最上手，望向了笼罩于灰白雾气里的愚者先生。第88章不承认不否认。咦，他怎么在看愚者先生？正义奥黛丽敏锐发现了隐者幅度不大的动作，这让他相当疑惑。在他看来，这是不同寻常的反应。倒吊人先生讲的明明是一件与大家没什么关系的事情，讲的是所谓的海神卡维图瓦看似陨落，却依旧偶尔回应信徒的疑点。为什么隐者女士要望向愚者先生？卡维图瓦陨落，偶尔回应信徒，隐者女士在看愚者先生。难道？奥黛丽眼眸一亮，不自觉有了个猜测。难道现在代替卡维图瓦回应信徒的是愚者先生？隐者女士知道点什么，所以念头电转间，正义奥黛丽也跟着半转过身体，期待的看着悠闲坐在青铜长桌最上手那张高背椅上的愚者先生。与此同时，
倒吊人阿尔杰也因隐者不在预想范围内的动作感到诧异和震惊。我只是在试探他与摩斯苦修会成员拉蒂西亚的关系。他怎么会突然望向愚者先生？难道他知道现在的海神就是愚者先生的化身？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点。他在被拉进塔罗会前，与愚者先生有过多次隐秘的接触，甚至早就暗中在为他效力。阿尔杰越想越多，对隐者愈发重视，然后下意识跟随对方，看向灰白雾气中的愚者先生。他、隐者和正义分了先后，但近乎一致的动作让魔术师福尔斯等人也明显察觉到了不对。他们怎么在看愚者先生？海神卡维图瓦身亡之事与愚者先生有关？福尔斯和埃姆林怀特自认为聪明的揣测起缘由，并将目光投向了青铜长桌最上手。太阳戴里克不知道谁是海神卡维图瓦，也不清楚对方身亡后还偶尔回应信徒意味着什么。但既然大家都在看愚者先生，他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望了过去。世界迟了一秒，仿佛在斟酌什么。他先是扫了倒吊人一眼，看得阿尔杰略有些心惊肉跳，然后才从众地改变了视线的方向。这个时候，克莱恩已经醒悟，隐者女士是从哪个细节猜到自己可能在代替海神卡维图瓦回应信徒，正纠结于怎么表态的问题。我是该装作这只是件小事，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既然你们提到了，那我就顺便承认一下。还是身为神灵，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对你们交代，没必要向你们解释什么，没必要承认或否认。克莱恩回忆了下愚者的设定，迅速有了决断，那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免得掉神灵的位格，但又在关键地方点上一句，让没猜到的人愈发迷惑，让怀疑的人恍然至于依旧，觉得迷雾重重，深感愚者先生的意图难以测度。想到这里，后靠着的克莱恩轻笑了一声，不甚在意的悠然说道：卡维图瓦是依靠天灾高希纳姆的遗物成为半神的，原来他们在请教愚者先生，请教与海神有关的事情。可是这依然无法说服我，总觉得这里面藏着更深层次的真相。难道？不会吧？魔术师福尔斯微皱眉头，做起各种各样的联想。果然，隐者加德利亚认为这是愚者先生正面的回应，并顺便告知了一些隐秘。那根半神级权杖是卡维图瓦的特性，还是天灾高希纳姆的遗物，或者同时具备这两个定义？天灾高希纳姆是谁？名字很有精灵风格。倒吊人提到，拉蒂西亚发现了一座古精灵的遗迹，一个上位精灵的居所。愚者先生又是怎么得到那把权杖的？靠倒吊人，或者别的谁？不像是倒吊人，否则他不会主动提这件事情。愚者先生代替海神回应信徒在图谋什么？这是他复苏的一环，真切影响现实的一环。隐者加德利亚越想越多，越来越觉得愚者先生高深的程度让人无法揣测，就像他现在被浓郁灰雾遮掩住的身影一样，越是能看清楚一点，越是迷惑，越是惊恐，越是畏惧。这或许就是神灵间的博弈。加德利亚在心里叹了口气，有感而发。我的猜测没有错，倒吊人阿尔杰终于证实了如今的海神就是愚者化身。他刚才的担忧和忐忑，在这一刻似乎都得到了回报。有的场合，伪装成海神信徒的我可以光明坦然的祈祷了。不知道愚者先生恢复到了什么程度，能从封印内透出多少力量，即使只是达到半神级，在海上也能提供非常大的庇佑了。隐者没有太惊讶的表现，这说明他确实早就和愚者先生有过接触，提前了解到了些情况。这反向也表明他的序列不会低，或许真是海盗将军级的强者。这对我既是好事，也是坏消息。好的方面是，在海上多了个大势力，多了位强者支持，某些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默契合作，完成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坏的方面是我的情报和资源渠道大部分都会被他覆盖，在塔罗会里的作用将直线下降。当然，这一切有个前提，那就是他真的为心智上将。我得调整搜集情报和资源的重心，更多偏向教会方面，这是他无法代替我的地方。倒吊人阿尔杰又欣喜又戒备的想着，那个海神真的是愚者先生？不，应该这么说，现在的海神是愚者先生的化身，他开始真切的干涉现实世界了，这真是太好了。以后我如果到海上旅行，可以直接向海神祈祷，并获得回应。正义奥黛丽又惊又喜又骄傲。据他所知，在各大教会内部，不做各种固定的仪式魔法，
仅靠祈祷就能获得神灵回应的，要么是多年教士，偶然遇到，要么是可以用手指数清的神眷者。至于每次祈祷都有回应的情况，在神眷者里也属于极端特例，而我可以。愚者先生正在一步一步回归他的神作，取代海神就是其中一步。奥黛丽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变化，噙着笑容，做得挺拔而优美。高希纳姆，这是个精灵名字，我好像听谁提过。月亮埃姆林思绪发散地做起回忆，但一时没有收获。至于卡维图瓦身亡，海神却依旧在回应信徒与隐者。正义倒吊人望向愚者先生之事有什么关联？他隐约猜到了一点，但没去细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会影响我拯救血族，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反正有问题向愚者先生祈祷就对了。埃姆林嘀咕了两句，对其他人的情绪变化表示不屑。天灾女王，可没有记载表明她叫高希纳姆。太阳戴里克往左边幅度很小的侧了侧脑袋，这是他回想事情时的惯常动作。看来小太阳也不清楚高希纳姆是否就是天灾女王，否则就不会是这种反应了。克莱恩略感失望的收回了眼角余光，他操纵世界轻咳一声，拉回了众人的思绪。接着，世界在愚者帮助下具现出了一张图像，向左右两侧展示道：你们有谁认识他？这是红发一连的照片。克莱恩主要是看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和倒吊人阿尔杰是否认识，毕竟他们都是海上的消息灵通人士。阿尔杰看了一眼，正待开口表示不清楚是谁，却听见隐者女士语气沉稳的说道：红发的伊莲有因蒂斯索伦家族的血统，破落的贵族小姐加德利亚顿了顿，补充道：她做过海商，后来据说被疾病少女特蕾茜俘虏了。疾病中将特蕾茜的俘虏，我还以为是霸道海盗与贵族少女的狗血故事，不过特蕾茜也算是霸道海盗了，呵呵。克莱恩一时浮想联翩，魔术师福尔斯本来还沉浸在海神与愚者的关系上，此时忽然回神，敏锐的觉得红发伊莲与疾病中将间的故事大有可为，有不少值得遐想的地方。可让他遗憾的是，隐者女士只说了这么两句，后面就没有了。隐者知道疾病中将，但这什么也不能说明。序列高一点的非凡者，有见识的普通人都清楚七大海盗将军是谁，他们的悬赏令贴的到处都是。隐者对英蒂斯那边的事情较为了解，这是初步的判断。倒吊人对红发的伊莲不感兴趣，只在意隐者的真实身份。红发伊莲之事告一段落后，正义奥黛丽开始思考要不要请教心灵巨龙的问题。与之前不同，这次多了位还不了解性格还不清楚是否值得信任的隐者女士，这让他有些犹豫。短暂的斟酌后，他还是开口了：我最近在追寻心灵巨龙的踪迹，去了一个有崇拜巨龙风俗的地方，他隐去了具体的地点和可能涉及自己身份的细节。第89章压力很大。奥黛丽简单的提及了那首古老的歌谣，但没复述具体的内容，怕被看起来很有见识的隐者女士猜出具体的地区。她只是讲了讲自己因此产生灵感，通过心理暗示于梦境中保持住清醒，开始了一段非常奇幻的旅程。心理暗示，他懂得怎么做心理暗示，他应该就是一位序列期的心理医生。隐者加德利亚习惯性做了下判断，但立刻有了更加深切的疑惑。那他为什么还要买心理医生的非凡特性？重复服食提升有限，又容易失控，而且会对魔药的消化造成阻碍。为了制作神奇物品，但这和他本身的非凡能力重合，不具备什么使用价值。为了送人，加德利亚揣测之中，奥黛丽已讲到自己通过凌乱的梦境来到本身意识的边缘，然后按照愚者先生这里学来的具现法，制造出了一条层层往下的阶梯，逐步深入了水下冰山一样的自身潜意识领域。他没详细描述自己看到的各种潜意识光点，因为那涉及了他不愿意或羞于对别人讲的一些秘密。他将重点放在了那种孤独、漫长、找不到目标，四周灰蒙里还似乎藏着各种怪物的极端压抑的感受上，提及自己的情绪好几次濒临崩溃，靠着本身的超凡能力才勉强支撑下来，最终抵达了生灵集体潜意识形成的虚幻海洋里。来自人类鲜明的记忆烙印，周围生物各种意识在这里的映射和蔓延，于奥黛丽口中很有条理的，不快不慢的呈现了出来，然后定格于那条从集体潜意识大海内飞过的拥有灰色岩石般鳞片的巨龙，竟然有活在集体潜意识海洋里的巨龙。
真是一段神奇瑰丽的旅程啊！虽然正义小姐没遇到什么敌人和危险，但这依旧让我有一种迷幻感。魔术师福尔斯脑海内豁然闪过了一个书名，《正义小姐梦境游记》。讲述的末尾，正义奥黛丽环顾一圈道：“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什么建议？你们认为巨龙的奇迹之城利维希德也藏在这机体潜意识大海里吗？如果我想继续探索，需要注意什么？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倒吊人阿尔杰看了眼隐者，沉吟了下道：“我并不认为你应该继续探索，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根据记载，绝大部分巨龙都是有血肉的生物，这包括心灵巨龙，能让自身存活于、遨游于所谓的生物集体潜意识大海，说明你看见的那条巨龙拥有足够高的序列，甚至达到了半神层次。在你序列5之前，不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这加德利亚点了点头道：“在集体潜意识海洋里，还有很多危险的东西，人类积淀的恶念会侵蚀精神体的各种欲望。来自古代的恐怖记忆，就像真正海洋上的风暴和波浪，会给你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甚至让你再也无法苏醒。而且，那是所有生物的集体潜意识海洋，不仅仅只有人类，也许某些恶灵、某些邪神、某些可怕存在的意识也潜伏在那里，如同能吞噬船只的巨大漩涡。在你真正获得行走于集体潜意识海洋的非凡能力前，不要贸然做深入探索。满怀期待的正义奥黛丽一阵失望，却又不得不承认倒吊人先生和隐者女士说的很有道理，很诚恳。他无声吸了口气，在心里对自己说道：“奥黛丽，不能任性，等有了序列5再尝试。”他完全没去考虑成为序列5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到了这个层次，甚至能在海上竞争7大将军的名额，或者让7变成8。在奥黛丽看来，有愚者先生、有塔罗会的情况下，自己只要谨慎小心、冷静平和，不胡乱冒险，1-2年内应该就能顺利达到这个位阶。只有那半神半人的大门才是难以推开的。隐者女士知道的很多呀，很有学识。正义奥黛丽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看向了青铜长桌最上手的愚者先生，期待这位神灵级的存在能提供不同于倒吊人先生和隐者女士的建议。不要看我，我不懂啊。克莱恩尽量没让自己的眼神闪烁，他对显意识、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认知还停留在通灵者戴利描述的那个理论上，没有更多的了解。往常被人入侵梦境，恢复清醒后，也完全没想过去探索梦境之外的世界，这让他如何给正义小姐意见？其实他对此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可未经认证，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换作以往，没有把握的他还能模糊的侧面的提点2句，但此时心之上将加德利亚正在旁边看着，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真是给人极大压力的新成员啊。愚者克莱恩暗中叹息，没有开口，让眼神保持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如果不是在灰雾之上，不是以灵体形式存在，他怀疑这种难度的演技会让自己眼睛周围的肌肉痉挛。愚者先生没有建议。奥黛丽略显沮丧地收回视线，不再幻想尽快探索集体潜意识海洋的事情。这时，早迫不及待的月亮埃姆林清了清喉咙道：“我认真研究了我们血族流传下来的历史。血族果然是只吸血鬼，培养吸血鬼和拉吸血鬼入教，真是大地母神教会的传统啊。”隐者加德利亚看似在认真倾听的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的某个认知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月亮直白地表明了身份，这是否说明愚者先生在外界也有强大的威慑力？所以成员们不害怕泄露信息。我似乎没必要将自己的情况完全藏住。埃姆林停顿了一下，侧头看向太阳，扬起下巴道：“在大灾变前，没有白银城，只有白银之国。”换做其他人这么质疑，太阳戴里克肯定会忙不迭的开口，表明白银城的民众就是白银之国的后裔，表明自己没有撒谎。可瞄了眼月亮先生，感受到他的得意后，戴里克扭过脑袋看向了另外一边，不屑于解释。为什么要让这个自大傲慢、不认可白银城历史的吸血鬼相信？他闷闷想到。从他的反应，埃姆林看出白银城果然和白银之国有关系，于是啧了一声。白银之国最初信仰的不是巨人王奥尔米尔，而是他的王后欧米贝拉。欧米贝拉，太阳戴里克转回脑袋，脱口而出：“我们白银城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也没有记载巨人王后叫欧米贝拉。”埃姆林当即嘿嘿一笑，摊了下手道：“所以
我说你们白银城的历史有遗漏有缺失，没问题吧？很显然，你们记载的血族历史是存在错误的。绕了一圈，就为了证明这件事情。我该说你这吸血鬼逻辑清晰，还是相当记仇？克莱恩忍住好笑的情绪，不让自己打量埃姆林怀特。月亮和太阳的争执让他收获不少，知道了巨人王后，丰收女神叫欧米贝拉。太阳戴里克正要反驳月亮先生，却听见隐者女士开口道：欧米贝拉是第二季的丰收女神，也是巨人王庭的王后。传闻她在第二季的末尾已经陨落，但无法证实，因为没人见过她的尸体和遗物。丰收女神真的叫欧米贝拉？太阳戴里克怔在了那里，他想要反驳，却因为这件事情确实证实了白银城的历史有不少遗漏而无法开口，一时很是憋屈。月亮埃姆林见状，只觉浑身舒坦，愉悦感从内心深处冉冉升起。又交流了一阵后，塔罗会步入尾声，克莱恩微微一笑道：各位，下周见，遵从您的意志。正义奥黛丽当即起身行礼，其他人也没慢多少，包括隐者加德利亚。回到现实，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看了眼书桌上摆放的破碎星象仪，认真回味了下刚才聚会里发生的事情。一些细节让他相信塔罗会涉及很多，绝不简单。而藏在灰雾深处的愚者先生，就像那重重阴影帷幕后注视着世界的存在一样，难以看清，难以揣测，不知在谋划什么。加德利亚沉默了10几秒，拿出纸笔，斟酌着写道：最近有人在有意识地搜集大地的日记，他不敢在信里涉及塔罗会，不敢泄露一点信息，害怕被愚者先生惩罚，只能从平常也可以发现迹象的事情出发，给予提醒。写好并折叠完毕后，他拿出一个随身携带的黄金制成般的精致口琴，放置唇边，吹了一声，只是眨了2下眼的功夫，他就看见那封信诡异的不见了。哪怕他未戴眼镜，也没能发现信使的到来。呼，加德利亚小声吐了口气，探手摸了下额头，无声说道：在一位神灵的注视下参加聚会，压力真的很大。有星之上将加入，我这个愚者压力很大啊。克莱恩在灰雾上揉了揉额角，直接返回了现实世界。他要去试验一下从正义小姐探索梦境之事得来的灵感。第90章诵念我的名。经过一番忙碌，克莱恩打开反锁住的卧室房门，望向了客厅里面，只见达尼兹正躺在安乐椅上，睡得呼啦作响。虽然早就听见了声音，克莱恩还是忍不住腹诽了2句。现在是下午3点多啊，难道是不用监听无线电收报机后，这家伙彻底放飞自我了？转念一想，他逐渐露出笑容，觉得这正符合自己的需求。他在梦境中保持清醒的前提是有人入侵意识，平时正常做梦时依旧浑浑噩噩，也就是说，仅靠他自己是没法做实验的，毕竟他不会心理暗示。所以他的打算是借助外在的能力进入别人的梦境，这样也能保持住清醒，就像梦魇一样。他原本计划的是出去转一转，寻找合适的对象，可现在达尼兹姿势摆得那么好，让人忍不住就想踹一脚。不，试一试。克莱恩在心里纠正了刚才的想法。他考虑了一下，没用梦境符咒，因为序列7纵火家的古称是火法师，达尼兹的灵感并不低，一旦能撬动自然力量的开启咒文低念出声，他必然会惊醒过来。至于这样一来，他能不能及时做出有效规避，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斟酌之后，克莱恩拿出了准备好的另一样物品，那是枚幽暗深邃的宝石状胶质物，那是梦魇遗留的非凡特性，它能初步被人利用，就像密偶大师罗萨哥的那枚全黑之眼，只是效果远比不上制成神奇物品后，比如这梦魇非凡特性。没办法让克莱恩待在旅馆套房中就可以穿行于全城范围内的不同梦境，没办法让他强行拖人入梦，但最基础的近距离入侵别人梦境还是很简单的。克莱恩握着那枚黝黑的宝石，蔓延出了自己的灵性。他的眼前虚幻的深黑迅速弥漫，冲塞了全部世界，原本存在于这里的一切都被笼罩于内，包括安乐椅上的达尼兹。那里不再有人形，只剩一团朦朦胧胧的椭圆光球。克莱恩当即将灵性延伸过去，触碰了一下，没有任何征兆，他周围各种场景凌乱涌出，飞快闪烁，最终定格在了一艘几10米长的船只上。它同时有喷薄雾气的高耸烟囱和垂悬张开的巨大帆布，甲板被擦得异常明亮，
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币一样的色彩。达尼兹正站在主炮炮管下，双手抱胸，悠闲地督促着那群水手，不时大声呼喊道：“那里再擦一下。”狗屎！你想抄写古弗萨克语词典吗？这家伙在黄金梦想号上很威风嘛。克莱恩没去管梦境的主人，自行飞到了船只另外一头，找了个隐秘的地方，落至甲板，准备试验灵感。他打算试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清醒状态下，在梦境里诵念愚者的尊名是否有效，自己是否能察觉有人在祈求。这样一来，正义小姐如果在集体潜意识海洋里遇到危险，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寻求帮助。活动了下背部肌肉，克莱恩表情逐渐变得严肃，低沉开口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随着一个个赫密斯语单词吐出，愚者的尊名很快完整，但是克莱恩没有听到虚幻层叠的祈求声。不行吗？克莱恩皱眉思索，分析着是真的不行，还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梦里的诵念其实并没有真正出声，仅靠赫密斯语确实不行。要想依靠默念达到祈祷的效果，得古赫密斯语等能够撬动自然力量的语言才行，这就和抄录我不记名账户密码时的状态一样。克莱恩轻轻点了下头，谨慎地用古赫密斯语诵念起自己的尊名。他害怕的不是这会出什么意外，而是担心被撬动的自然力量惊醒烈焰达尼兹。一句句描述出口，很快就完成了三段式结构。克莱恩的耳畔忽然回响起层层叠叠让人烦躁的虚幻祈求声。就在这时，达尼兹的梦境出现动摇，黄金梦想号飞快支离破碎。克莱恩没再停留，立刻离开这里，抢在达尼兹苏醒前返回了卧室。过了7、8秒钟，达尼兹茫然坐起，颇感后怕的自语道：“我怎么梦见格尔曼斯帕罗那个疯子在黄金梦想号上捣乱？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狗屎！一定是平时太担忧这方面的事情了。”卧室之内，克莱恩已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不出意料的看见愚者高背椅旁有光圈荡开涟漪，里面正是身处梦境的自己。真的有效果，梦境里用古赫密斯语、巨人语等诵念愚者的尊名，同样可以得到回应。难怪有些人明明什么都没做，却突然死亡于睡眠中，这是平时看了什么资料，记住了什么符号，一不小心在梦境里重现了。这个世界的危险真是防不胜防啊！克莱恩关闭了那个光圈，考虑要不要将实验结果用另一种口吻告知正义小姐。当场不说，事后通知，对愚者的形象有些损害啊。可正义小姐是那种好奇心较重的少女，虽然已经被倒吊人先生和心之上将警告过，本身也成熟了不少，但依旧存在冒险的可能。当然，真要出了什么问题，那都是她自己的责任，和我没什么关系。克莱恩不由自主回想起了正义小姐对愚者的崇拜，回想起了她让人心情愉快的乐观和开朗，以及在塔罗会内以一己之力盘活整个组织的贡献。最终，他叹了口气，自嘲一笑道：“还是得提点和警告他一下，这就是 VIP 大客户的待遇。”做出决定后，克莱恩不再犹豫，蔓延出灵性，触碰向代表正义小姐的那颗深红星辰。东切斯特郡一座大庄园的房间内，奥黛丽侧并双腿，坐在梳妆台前，回想着倒吊人先生和隐者女士的话语。经过2位资深非凡者的提醒，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理炼金会的中上层未必不知道可以通过自我心理暗示的方法探索梦境，探索潜意识冰山和集体潜意识大海。他们之所以没告诉我，可能就是因为这对心理医生来说太危险了。不少人已经死在探索里，可是正常也该警告一下呀。啊对，在他们看来，我还只是序列8的读心者，根本不具备心理暗示的能力，也就没必要提醒。奥黛丽终于想清楚了一个疑问，她正要放苏茜进来，抚平内心的失望，眼前忽有浓郁的灰雾涌出，瞬间填满了视线。而那漫无边际的灰白雾气中央，一道身影靠坐在高背椅上，以俯视的姿态说道：“不要贸然尝试。”奥黛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耳畔又一次响起了那低沉威严的声音：“如果在梦境里遇到危险，可以诵念我的名，诵念您的名。”奥黛丽一下睁大眼睛，心中满是喜悦。是，愚者先生见正义小姐完全没有怀疑，甚至很激动，很兴奋。克莱恩暗自松了口气，轻声笑道，用古赫密斯语说完，他的身影淡去，灰雾一下消失。奥黛丽怔了2秒，匆忙紧抿嘴唇，
害怕自己失态。愚者先生竟然专门提醒我，还允许我在梦境里诵念他的名。奥黛丽激动的原地走了几步，认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神眷者。当然，他也记得愚者先生的警告，打算从心理炼金会了解更多，有了足够的准备后再做尝试。他嘴角一点点翘起，在胸口胡乱点了几下，无声自语道：愿愚者先生庇佑我。挥舞之上，克莱恩转而考虑起另外一件事情，报酬高达1000磅的红发伊莲竟然与疾病中将特雷茜有关。特雷茜接收了麒麟格斯的船队，改旗舰为黑死号，而麒麟格斯之前俘虏过一位叫做吉米内克的富商，那位富商在更早前获得了与死神相关的部分古老文献，那出自拜朗皇室的陵寝。这情报源于蠕动的饥饿内的那位梦魇，对阿兹克先生应该有一定的作用。我原本就打算顺手查一查。克莱恩对找到红发的伊莲多了另外的期待。他原本只想利用魔镜阿罗德斯找人，现在则准备附加海神信徒们的排查。之前为了1000磅将神谕确实有损位格，现在涉及一位海盗将军，勉勉强强能让人猜测有什么隐藏目的了。克莱恩具现出红发伊莲的照片，招手换来了海神权杖。他未做广播式的神谕，这对他也许是不能承受的负担。他挑选了卡拉特、埃德蒙顿等高层，在海浪滔天的背景里沉声说道：找到他，保护好他，小心特雷茜的势力。克莱恩未做解释，将这幕场景连同红发伊莲的照片分成数份，投入了相应的光点中。